鸡蛋饼也有超简单的做法，不需要调面糊，用越南米纸就可以，不仅营养均衡，味道也超棒。大家好，我是住在雅典的娇妈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款对新手也超友好的鸡蛋饼是怎么做的吧。我们先来看看需要哪些食材。首先是用来代替面粉的越南米纸，一点马苏里拉芝士，如果你不喜欢芝士也可以不加，还有鸡蛋，以及洋葱和番茄，我用它们分别做了2种口味，几片火腿肉，还有一些小葱末。接着是盐和番茄酱。我们先来处理番茄，先把番茄洗干净。这个鸡蛋饼里面的蔬菜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来添加，建议添加那些做色拉吃也可以的蔬菜，这样会比较合适。接着我们先来切几片番茄，我一共做了2个番茄味的鸡蛋饼，一个鸡蛋饼用2片，一共切4片，大概切到这种厚度就可以了。取中间的几片，番茄片会更大一些。如果家里有小番茄，也可以代替大番茄，就是需要多切一点。随后我们来处理洋葱，先把洋葱切成片，尽量不要让切成片的洋葱散掉。接着在切成片的洋葱上十字切法，把洋葱切成丁。这款鸡蛋饼里面的洋葱会有一点点生，如果不习惯吃生洋葱的朋友，建议你们换成其他你更能接受的蔬菜。接着来处理一下火腿片，我买的是熟火腿片，把4片火腿片整齐地叠放在一起，对折后用剪刀剪开，先放旁边备用。开始准备做鸡蛋饼，锅内喷少量的一点点油，用刷子抹开，这个时候先不用开火，然后把越南米纸放锅内，马上打一个鸡蛋，把鸡蛋抹开来，整张米纸都抹上鸡蛋液后，电磁炉可以把火调大，燃气灶开小火即可。趁着鸡蛋没有凝固前，加入一点葱花和盐，盐一点点就可以了。随后放入2片番茄，再加入切好的熟火腿，最后铺上马苏里拉芝士，喜欢吃芝士的朋友可以多铺一点。铺芝士的时候，鸡蛋液已经有点凝固了。等芝士有一点融化后，加入番茄酱，你也可以按照自己口味涂其他酱进去。番茄酱涂好后，就可以把鸡蛋饼用锅铲对折起来了。如果想吃脆皮口感的越南鸡蛋饼，建议不要加蔬菜。想要营养均衡的朋友，那么加蔬菜是首选。最后把鸡蛋饼再翻面加热一下，不用加热太久，加热一会儿就可以盛出了。下一个番茄味道的鸡蛋饼也是一样的制作方法，但是注意做好一个鸡蛋饼后，把锅子清洗一下，给锅子降降温，锅子过烫会影响下一个鸡蛋饼制作。我们开始来做个洋葱味的，一开始的步骤和做番茄味的都是一样的，先要保证锅子是冷却下来的，这样薄薄的米纸放进去才不会糊掉。鸡蛋液抹开后，燃气灶开小火，电磁炉可以适当把火调大。这款鸡蛋饼整体制作时长非常快，5分钟不到就能搞定，所以制作的时候一定别离开，可能一不小心就烧糊了。接着把洋葱丁也均匀铺上去，再铺上芝士，我也做过水果玉米口味的，也一样好吃。我女儿也经常要我做这个鸡蛋饼做早餐，比传统鸡蛋饼制作方法快很多，涂点辣椒酱味道也很不错哟。折起来后2面再短短热一下，可以用锅铲轻轻压一下鸡蛋饼表面，让内部食材受热更均匀。如果怕烧糊，可以像我一样多次翻面。最后一个鸡蛋饼也一样方法做好。这款鸡蛋饼虽然是软壳的，但口感非常棒，米纸的韧性加上拉丝的芝士，还有口感清爽的蔬菜，一口咬下去超满足。所以制作这款美食的秘诀就是大胆加你喜欢的食材。大家好，我是住在希腊的娇妈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